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说到站桩，无论是何种姿势、何种练法，其重点归根结底都在“养”字上下功夫。好多初学站桩的朋友都跟我说，找不到感觉，站了几天呢，并没有什么身体的变化，不知道自己站的对不对。为了便于大家快速的掌握见效，那么今天呢，我专门从站桩的八虚角度上来给大家加以阐述。我们先了解一下这八虚指的具体是什么。八虚站的诀窍呢，就是让身体的8个部位在站桩的时候呈现一种彻底打开放松的状态。这些部位产生变化了的标准呢，就是好似你的身体处在虚无之中似的。这8个部位呢，分别是两腋、2个肘窝、两臂，就是2大腿窝啊，两跛、膝盖后方。下面呢，我们就来逐个讲解它们的动作要领。那么不管您练习的是哪一种桩功，这8个部位都是要达到这种虚的状态的。下面呢，我就以基础的桩功无极桩为例，来给大家进行演示。第一个，肝有邪，其气流于两腋。那么肝脏的气机啊，它如果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肝气郁滞、肝火大，大家经常生气，那么就会在腋下聚集。所以啊，我们在站桩的时候要做到虚腋。虚腋对肝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呢，2个腋下是心经和心包经通过之处，咱们在站桩的时候呢，开肩虚腋可以非常有效的降心火、平心律啊，通畅心气。如果在站桩的时候你不注意这个腋窝的虚开，腋窝这里非常紧张，你就会产生一种非常烦躁的情绪，站不下去。好，这是站桩我们夹腋窝所导致的心火升而不降的一种显著的表现。虚腋的方法大家来留意学习一下，就是我们在站桩的时候，两肩自然放松，胸部的膻中自然内含，不要挺胸啊，内含，肩膀放松。腋窝的部位变化标准就是相对于之前你腋下夹紧这种紧张感而言，就是有一种明显的放松。两心是否经络通达，那么它发挥功效的标准呢，就是以你在站桩的过程中，双手是否会出现胀、热为依据。如果能做到虚腋呢，双手是必然会变热的。比如说两手气血不通的人，常年冰凉的人，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站桩1到2周之后肯定会消失不见，这种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可以想象着你的腋下好像有一个气球一样，虽然没有感觉，但是你知道它是存在的。那么没有夹紧啊，对于夹紧来说它是放松的，这就是虚的状态。第二步，肺有邪，其气流于两肘。我们手掌部的心包经、心经还有肺经，这里有3条阴经，都是经过咱们肘窝的。如果说我们的肺和心的气机功能呢出现了问题，它就可能通过虚空此处来进行解决，进而呢可以使得滞留在此处的这个气机呢得以通畅，咱们的心肺功能得以恢复正常。在站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两臂保持微弯，非常的自然，不要直臂不要把它伸直，不要这样去夹紧伸直，保持微弯一种下垂的状态。那此时你的肘窝呢，它微微弯曲而不受力。第3呢是脾有邪，其气流于两臂。在站桩中，我们的两胯绝对不能让你的骨盆向外突出，不要这样去挺腰。那骨盆的最下沿就是咱们股头跟大腿的接缝处，这个位置让它向后收，术语呢叫做掖胯，就是向后收之后呢，这个接缝处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那么这就是标准的我们两胯虚的一种练法。这个时候你要把你的后腰微微的向后突出一些，把命门向后鼓出，这时候你就能找到这种掖胯的感觉了。如果能够做到你的两胯虚，就能够疏通脾胃经之处的这个部位的经络，起到相应的调理养生的作用。那最后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我们的两跛，肾有邪，其气流于两跛，就是我们膝盖后方，俗称的是这个腿窝这个位置。肾的气机如果出现了问题它的非常明显的症状之一就是我们会觉得下肢无力，腿脚没有力气。很多人呢通过站桩会不知不觉的就恢复了下肢的力量，越站觉得这个底盘越稳
那么我们在练习的这个关键呢，就在于你的两腘微屈。也许有的朋友呢会习以为常的认为，我双下肢的力量就来自于我的肌肉，所以我在站桩的时候呢，我要屈膝大一点，我要加强对腿部肌肉力量的锻炼。腿很酸，我要坚持，我要这个以马步的这个姿势把我腿部的肌肉锻炼起来。这个观点呢，看似非常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把我们站桩的原理啊给本末倒置了。那么如果说你的肌肉直接体现的是力量，的确没有错。那么肌肉能够发挥力量，它的根源又是来源于哪里呢？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思考的。就是所以呢，我们在站桩的时候，它的目的呢是形成下肢的力量的这个根源来源于我们人体内部的动力。这种动力呢，可以说是一种能量，这才是我们这个双下肢有力的本质所在。所以站桩呢，咱们通过调整气血的流动，去不断的增强身体的能量。站桩它并不是一种让你很累的运动，它并不是类似于跑步啊，或者是类似于打拳的这种运动。好，接下来我们站桩的时候呢，就是之前跟大家说的啊，膝盖微微的弯曲。大家平时可能走路的时候会把双腿伸直，这时候你的腘窝是向后凸的啊。咱们把膝盖微微的弯曲一点，把你的腘窝虚空起来，这个时候你的腘窝是不受力的。大家可以感觉一下，非常的明显啊，只要你去这样稍微对比一下，就能感觉到。这也是我们无极桩当中从第一节课我就跟大家不断强调的这个站姿。那不管您练习的是哪一种桩功，大家都要留意这8个部位的状态啊，不断的去在站桩当中去调整、去感觉、去联系。我们只要能够做到站桩的方法正确，那么气血呢在体内的运行就会更加的通畅，会逐渐的去改善。我们可以从日常的睡眠或者饮食各个方面，您去感受到这个身体的好转，并不一定说只出现在站桩的过程当中。好了，那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大家也看了站桩的好几节课，那么您到底在生活中有没有开始练习站桩呢？如果您在站桩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难以理解的问题，也欢迎给老师留言，我会在后续的课程当中集中回答大家的问题。那本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订阅零基础站桩入门课，学站桩站好桩，养气调神，重塑健康体魄。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